今天我们来聊聊近期震撼台海局势的一件大事。美国不但公开替台湾背书，甚至引来玩笑，台湾是不是快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了？究竟发生了什么？美国为什么罕见地挑明宣示台湾地位未定？而这背后中共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抽丝剥茧，一起深入探讨这场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博弈。事情的导火线发生在2025年9月中旬，美国在台协会简称 AIT 突然抛出一项令各界震惊的表态：二战后的相关文件从未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这句话看似平淡，实则分量极重，因为它直接驳斥了北京长期以来对台湾主权的历史论述。消息一出，北京当局大为光火，台湾内部政坛和舆论场也炸开了锅，就连网络上都热议起第51州的话题。那么美方这项表态究竟在说什么？要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得把时间的齿轮倒转，回到将近80年前。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后期，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宣言里提到，战后日本所窃取的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应该归还给中国。2年后的1945年，盟军再次在波茨坦公告中重申要遵守开罗宣言的原则。听起来这似乎明确表示台湾战后要回到中国怀抱。然而这些文件虽然政治意义重大，却并非正式的国际条约，更没有法律约束力，它们更像是战争同盟国之间的声明与意向书。当年日本投降后，确实由同盟国授权下的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台湾，但那时还没有签署真正决定台湾主权归属的和平条约。于是问题来了，台湾的法律地位到底算尘埃落定了吗？还是说仅仅靠几纸宣言并不能画下句点？答案很快，随着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得复杂起来。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是关键转折点，这是二战后同盟国和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在条约中，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的主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条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台湾应该交给哪一个政府或国家。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局势复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却未被邀请参与合约，中华民国政府则以退守台湾同盟国，最终回避了直接处理台湾主权归属这个烫手山芋。结果日本放弃了台湾，但台湾归属谁，在条约文本上被留白了。换句话说，国际法层面，台湾的地位并没有被最终定论下来。这种状态也就是后来美国所称的台湾地位未定。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遗憾甚至愤懑的事实。他们1945年接管台湾时，把那天定为光复节，坚称台湾已经回到中华民国版图。但在国际法严格的角度看，接管不等于主权移转，台湾更像是由中华民国代管，未来前途未定。这种法律与认知上的差异，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种子。1949年，国共内战结果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开始分治对峙。起初，美国对这场内战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1950年初，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因国共内战介入台湾问题，认为台湾当时已交给蒋介石政权，中华民国托管美国无意干涉。但历史在1950年夏天急转直下，韩战爆发，亚洲局势风云变色，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权暗示可能趁机解放台湾。这时美国政府惊觉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担心台湾落入共产阵营，于是杜鲁门迅速改变方针，下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对台动武。同时美国面临一个外交难题，要如何向国际社会解释美军介入台海？毕竟中共声称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军介入看似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美国需要一个正当性理由。于是他们搬出了前面提到的关键法律状态，台湾的主权归属尚未确定，战后的和平条约并未决定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因此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中国内政，而是未定的国际问题。这就是美方所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由来。简单说，
美国宣称台湾前途要等未来透过国际程序或和平方式决定。在这样的论述下，美军保卫台湾就有了国际法上的挡箭牌，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干涉中国内战，我们只是防止未经国际合法程序就武力改变台湾现状。对北京而言，美国的这套说法当然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政之初就坚称自己继承了包含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主权。他们引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作为主要依据，宣称这些二战文件已经确认台湾归还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北京眼中，旧金山合约是个没有他们参与的非法条约，不足为凭。他们更在1950年代于国际场合提出五不许等强硬立场，简而言之，就是不许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言论或行动，不许在国际讨论台湾地位，不许承认台湾当局为合法政府等等。北京试图以这种种手段全面封杀美国台湾地位未定的主张。当时正值冷战阵营对立，大多数西方国家一开始还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代表，但到了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让北京代表取代台北代表中国后，国际上普遍转而承认中共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许多国家在与北京建交时都表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家并没有在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只是含糊带过中国的立场。这种刻意留下的模糊，正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台湾主权归属问题的敏感态度。毕竟，台湾自二战后就处于一个特殊境地，实际上由中华民国政府统治，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法理上又没有国际文件明定归属谁。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使得各方在措辞上小心翼翼，北京则不断努力想把台湾属中国塑造成铁一般的国际共识。另一方面，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这里有玄机，英文用词是 acknowledge 知悉认知中国的立场，而非 recognize 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换句话说，美国只是表示知道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美国自己并没有在这份文件中说我们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之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但同时制定了台湾关系法，继续以国内法形式保障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台湾关系法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是，美中建交基于的预期是台湾的未来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等于把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写进了法律，未来怎么办要和平解决，不能武力强行解决。当时还有6项保证等对台承诺，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不支持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简而言之，冷战后期到近代，美国在口头上遵循一中政策，不与台湾发展正式外交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明说台湾主权属于谁。但在行动上，美国保持与台湾的紧密合作，提供防卫武器，反对北京以非和平手段统一。这种口头模糊但实际明确的操作，让台海维持了一种微妙平衡。然而，北京从未放弃对台湾主权的宣传攻势和统一企图，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北京在国际场合更加咄咄逼人地强调所谓二战后国际秩序确立中国拥有台湾。每当台湾在国际上有所参与或美台关系有所突破时，中国外交官和官媒就搬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些历史文件，指责美台背离战后秩序。北京甚至声称台湾问题是二战结束遗留问题中唯一尚未解决的部分，意思就是按他们的说法，战后大家都同意台湾应该属于中国，只差执行而已。因此在他们眼里，任何试图改变这一点，例如台湾独立或国际承认台湾，都是对二战结果的篡改。另一方面，北京也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因为那场合约没让他们参加，
所以他们称之为非法无效。取而代之，北京宣称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加日本投降，这套组合拳就已经等同台湾主权归还中国。这种叙事听上去有理有据，但国际上许多法律学者并不认同。毕竟宣言不是条约，日本投降承认，波茨坦公告是接受盟军对日战后安排，但其中的台湾归属在法律上仍需通过条约或其他方式明确。只不过在外交现实中，很多国家为了维持和中国的友好，不会去公开挑战北京的历史观。北京也利用各种场合做事，让更多人相信国际社会早就决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可以说，北京在对外宣传上营造出一种声势，台湾问题已经尘埃落定，只剩所谓分裂势力阻挠祖国统一。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长期保持着不直接戳破的态度，直到2025年这个关键时刻。话说回来，今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美国突然愿意戳穿北京的历史剧本？线索之一是中国近日在国际场合更频繁、更高调地引用二战文件为其对台主张背书。举例而言，今年联合国大会及相关外交场合上，中方代表大谈开罗宣言如何明确台湾归还中国，把这当成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论据。这显然引起了华府的警觉。毕竟，如果任由北京的片面史观流传，长远看可能削弱美国阻止武统的道德基础。因此，美方决定出招反击。于是9月12日前后， AIT 发言人在回应台湾媒体询问时，抛出了那句震撼性的声明：北京刻意曲解二战文件，但这些文件从未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白话一点说，美国直接点破，开罗也好，波茨坦也好，都没有在法律上宣告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请不要张冠李戴。这番话可谓石破天惊。要知道，过去几十年，美国官方很少如此明确谈论台湾地位未定，通常都只是含蓄地说，我们的一中政策是不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等等，点到为止。但这一次 AIT 干脆挑明，中国大肆宣传的那些历史文件根本没决定台湾地位，你们的说法完全错误。而且 AIT 进一步指责北京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种虚假的法律叙事来孤立台湾，逼迫台湾，限制各国和台湾正常交往，等于直接揭穿了北京的策略。这样直接的措辞，连许多美国外交老手都觉得罕见。前 AIT 处长卜瑞哲就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AIT 用这么明确的字眼阐述美国立场。或许连美国自己都受够了北京的历史迷雾弹，决定拿起真相之矛，刺破虚伪之盾。消息传开后，北京当局的反应可想而知。中国外交部立刻表示强烈不满，发言人跳出来痛批美国颠倒黑白，干涉中国内政，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所谓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外交部措辞严厉地警告美方不要发出错误信号，甚至抛出玩火者必自焚之类的狠话进行威胁。可以说，北京气急败坏的程度不亚于当年1950年代听到美国讲台湾地位未定时，历史仿佛重演，中共再一次被美国戳中了痛处。只不过这次不再是冷战初期的新兴政权，而是自信膨胀的大国被美国公开打脸，其愤怒和难堪可想而知。北京接下来很可能加大宣传，试图巩固他们的一中叙事，甚至可能在台海进行更多军事施压以示不满。然而，美方显然已经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再纵容你的片面说辞。在台湾内部，美国突然重提台湾地位未定，也引发了两极反应。台湾的执政党和主流民意倾向于欢迎这一表态。台湾外交部对 AIT 的声明表示感谢，强调国际社会自有公论，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当前客观现实。执政的民进党立场一贯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决定。如今美国重申战后文件没决定台湾地位，等于从国际法和历史角度支持了台湾不属于中共的论点，当然让许多人拍手称快。甚至有网友打趣说，
有一种第51州越来越接近的感觉。还有人附和玩笑，我要当堂堂正正的美国人，美属台湾欢迎您。这些戏谑背后反映的是部分台湾民众对美国强力支援的期待与兴奋。毕竟在中共步步进逼的压力下，谁是台湾可靠的后盾？答案多数人心中有数。如今美国愿意更明确地替台湾说话，难怪有人兴奋到幻想加入美国成为一州了。当然，理性而言，台湾成为美国一州只是笑话，但美台关系之紧密前所未有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此举显示出一种打破常态的前奏。过去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有意保持模糊，但现在美方似乎预期可能出现大变局，提前亮出底牌，做好更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的准备。甚至有人推测，美国预计未来1年内台海局势可能重大改变，所以先把法律和历史依据讲明白，日后真要采取行动也能师出有名。这些揣测虽然大胆，却并非全无来由。因为从近年迹象看，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和武统声调在不断升高，美国也一再强调不允许以武力改变现状。如今连历史战线上美中双方都短兵相接般交锋起来，的确让人联想到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然而，台湾政坛并非一面倒地叫好，特别是在野的泛蓝阵营，主要是国民党，对美国这番表态就显得五味杂陈，甚至颇为疑虑。为什么呢？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强调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主权，并以1945年光复为证。如今美国说战后文件没决定台湾地位，听在部分蓝营人士耳里，仿佛是在否定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马英九前总统的基金会执行长就出来批评，直指 AIT 此言是将台湾置于险境，质疑这违反了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精神。因为6项保证之一正是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美方过去的立场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不承认北京拥有台湾。他们担心美国现在强调未定，会不会意味着连中华民国都被美国视为对台湾没有主权？那台湾岂不是变成了漂浮在国际法真空中的政治实体，未来前途听天由命？这种忧虑其实反映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两难。一方面，他们反对台湾法理独立，希望维持一中各表的架构，坚称中华民国拥有主权且涵盖大陆。虽然现实统治只及台澎金马，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接受北京将台湾并吞。因此，当美国拿出地位未定论时，国民党尴尬地发现，这论点虽然反击了北京，但是顺带也否定了1945年台湾已回归中华民国的说法。对国民党而言，这如同打掉了自己祖父辈苦心经营的光复台湾正当性，难怪他们会有不安甚至恼怒的反应。只是历史很讽刺，当年1950年代正是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这张牌，才在联合国挡下了中共将台湾席位踢出的企图，并让美军保护台湾免遭解放军进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如果没有美国强力介入，国民党政权能否保住台湾还未可知。如今国民党却对老朋友祭出的这张老牌产生质疑，世事变幻，实在令人感慨。不过话说回来，国民党的担心也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地位未定意味着未来可能有各种走向，包括台湾脱离中华民国框架，直接成为新国家。这对深蓝而言几乎和台独没两样，所以蓝营心中不安，可以理解。只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他们关心的从来不是台湾，法理上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他们在乎的是台湾绝不能落入中共手中，而地位未定正是阻止台湾被中共声索的最佳法律屏障。从这层面看，美国此举剑指北京，并非针对台北，反倒是提醒所有人，美国对台湾前途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必须和平决定，不能中国单方面说了算。经过这番风波，台海局势无疑更加紧张敏感，各方开始重新评估未来走势。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中共试图逼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努力，适得其反地激起了更强的反制。北京越是咄咄逼人，美国就越有动力挑明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中共的步步进逼。出了美方这次罕见的表态，如果北京原本幻想美国会在他的压力下逐渐放弃台湾，那么现在看来，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而对台湾而言，美国的声明带来了信心，在国际舞台上，台湾并不孤单，有超级强权愿意公开对抗北京的叙事。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角力进入新阶段，彼此态度更趋强硬，未来会怎样呢？有人担心台海可能因此更逼近冲突边缘，也有人相信美国更明确的力挺有助于下阻北京轻举妄动。最后，我们回到开头那个戏谑的话题，台湾真的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吗？理智地说，短期内当然不可能。台湾有自己健全的民主政体和国家意识，美国也不太可能正式将一个远东的土地收编为本土州份，这中间牵涉无数法律和政治难题。第51州更多是台湾网友抒发亲美情感，嘲讽北京的一种幽默说法。然而，玩笑归玩笑，它折射出当前台美关系的高度紧密，以及台湾民心的微妙变化。北京若是看不懂这点，继续一味施压，只会把台湾民意推得离自己更远，反而向美国怀抱越靠越近。历史上一再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反转，你越想要的东西，偏因你手段强硬而离你而去。如今的中共是否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呢？美国罕见祭出台湾地位未定这张底牌，无非是向北京示警，别以为台湾的未来由你说了算。这是在告诉全世界，台湾的地位问题远未解决，美国和国际伙伴有权也有意愿介入其走向。如果北京执意加速推进所谓统一进程，不排除美国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与之抗衡。到那时，台湾在事实上获得更明确的自主地位，甚至建立某种与美国更官方的特殊关系，都不是天方夜谭。当然，北京绝不会坐视这种局面出现，或许会祭出更强硬的反应。未来几年，台海恐怕将迎来更加波诡云谲的变局，我们只能密切观察，且看这场围绕台湾身份与未来的角力，最终将如何收场。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场，台湾的命运走向是续写模糊、拨云见日，还是出现意想不到的剧情反转？答案将随时间逐步揭晓，我们拭目以待。也希望无论结局如何，这片土地上的2300万人都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不再被当作大国博弈的筹码。